重新認識你的配偶，他也在改變。你以為你熟悉的他，其實早就不是你記憶中的模樣。你怎麼變了？他聲音帶着驚訝，也有些失望。我沒有變，是你太久沒看我了。他語氣平靜，卻讓他的心一沉。這是茉莉和艾倫結婚第12年的一次晚餐對話。孩子上床後，兩人終於能坐下說話，卻發現彼此像是熟悉的陌生人。這段對話乍聽平淡，卻藏着婚姻裡最常見也最危險的一種沉默型距離。我們以為我們還認識彼此，其實我們早就不再認識了。我們太習慣把配偶定格在某個角色上，她是孩子的媽，是愛整理的強迫症者，他是講話不多的工程師，是不愛浪漫的直男。但那只是我們記憶裡的他或她。婚姻中的人其實也一直在變，只是你沒注意。婚姻不是靜止的關係，是活着的關係。如果婚姻是一部影片，那麼我們常犯的錯誤就是用一張舊劇照來當作全部劇情。這段關係可能已經經歷了無數轉場、配樂、高潮與低谷，但我們仍用交往時結婚初期的版本來看待對方。當初那個總是早上幫你買豆漿的他，如今變成每天早上急着打電腦回 email 的他。你以為他不再體貼了，但他其實不是變冷淡，而是他的世界裡多了更多責任與壓力。他也在學習如何當一個負責任的父親與丈夫，只是你沒看見。我們常說，你不是當初那個你了，但我們忘了問，我還是當初那個我嗎？其實婚姻裡的每一方都在變，只是我們很少停下來重新認識彼此。人的改变並不等於背叛，我們對改變常有一種潛意識的不安。配偶不再愛吃以前愛吃的餐廳，不再愛去你們常去的地方，不再說早安晚安，你會懷疑他是不是變了，是不是不愛了。但事實上，人改變是正常的，環境在變，責任在變，心境在變，甚至荷爾蒙也在變。當我們認為他不一樣了時，或許該問的是，我是否還願意認識現在的他？茉莉曾經對艾倫的一個改變很耿耿於懷。從前，艾倫常常會在他下班回家前煮好晚餐，現在卻只會說家裡有剩菜。他感覺自己不再被珍惜，直到有一次，他突然發現冰箱多了幾樣他喜歡的食材，廚房多了一台他提過想要的攪拌機。那一刻他才明白，原來艾倫仍然用他的方式愛他，只是方式不同了。你怎麼變了的背後，是你沒更新他的人設。現代人用手機 App 會自動更新，但我們對配偶的人設卻常年停留在結婚那年，完全沒更新。當你認為對方變了時，請先問自己3個問題： 1. 你多久沒有認真觀察過他？ 2. 你是否把他困在一個你預設的角色裡？ 3. 你是否接受他有權利成長、挫折、改變，甚至重建自我？婚姻的真誠不是永遠一樣，而是一起進化。茉莉在某次婚姻諮商裡說過一句話，很有意思。我一直以為他變了，是背叛，後來我才知道他變了，是他長大了。用更新的眼光重新認識眼前的他。你知道他最近在煩什麼嗎？你知道他對孩子的教育有了新的看法嗎？你知道他開始聽爵士樂了嗎？當你發現
原來你對這些一無所知，你才會意識到，婚姻不是一張婚約保證書，而是一場持續認識的旅程。艾倫有一次因為出差太累，在機場等飛機時崩潰大哭。他平常是個內斂到不行的男人，這件事他沒有告訴任何人，甚至也沒打電話給茉莉，因為他覺得他不會懂，也不會想知道。那一刻，他的孤單不是因為沒人陪，而是他早就不認識現在的我了。重新認識對方，有時候不是因為婚姻出了大問題，而是因為我們不再願意靠近。當婚姻走久了，我們太容易變成專家。我們知道他會怎麼想，我知道他會說什麼，我知道他最怕的是什麼。但這種我知道其實是一種窒息，因為你不再給對方成為新的人的空間。改變不是背叛，是成長；更新不是反覆無常，是成熟。婚姻裡最深的信任，不是你永遠不變，而是就算你變了，我願意重新愛現在的你。茉莉有一次問艾倫，你會不會覺得我也變了？他說，當然啊，但我比較喜歡現在這個你。他聽了笑了，但心裡也有點酸。他忽然發現，他一直希望對方回到過去的樣子，卻沒問過，現在的我還是值得被愛的嗎？信任與連結不是建在熟悉上，而是建在理解裡。有一種信任是基於我對你太熟了，但更深一層的信任是，即使你變了，我願意理解你，靠近你，愛現在的你。連結不是靠回憶堆積，而是靠不斷更新彼此的認識。不然，就算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，兩人也會像是住在不同世界的室友。當你覺得你們越來越遠時，不要急着問，你為什麼變了？請先問自己，我最近有沒有認真認識你？結語，婚姻裡的再相遇是一種禮物。茉莉和艾倫現在每個月有一次重新認識對方的晚餐，他們彼此更新對生活的想法，對孩子的看法，對未來的夢想。有時說着說着會笑，有時也會爭論，但他們發現最美的不是彼此不變，而是你還願意靠近我。所以，如果你覺得你的婚姻正在變得陌生，也許不是出了什麼大事，也許只是你們還沒學會重新認識彼此。你願意再次認識他嗎？因為他其實也在努力成為更好的人，只是你還沒發現而已。